2024被称为 AI 手机的元年，各大厂商在新机发布会上都不约而同地提高了 AI 板块的重要度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AI 手机真正被大家接受，究其原因无非是概念太花哨，但感受不够真切。今年我们已经测评过了很多有着 AI 名头的手机，但功能其实都大差不差。正好双12我们搞到了一台刚发布的 Mate 70 Pro， 这次就来看看目前市面上能买到的最新 AI 手机到底 A 不 AI。众所周知，智能助手是 AI 手机能力最直接最具象的体现，所以我们的测评就从小玉开始。在之前讲纯血鸿蒙的视频里，其实提到了不少小玉的新功能，比如今年卷到飞起的多模态，小玉也推出了万物皆可拖拽的概念。从最基础的文字开始，我们可以把想要搜索的物品、人名、概念甚至热梗都拖拽给小艺，它会自动判断你的意图，并通过 AI 搜索筛选出有用的信息。图片也一样，不仅能识别内容，还可以进行功能延展。让我比较惊喜的是，当把相对复杂的文件拖拽给小艺，它也摇身一变成为了靠谱的技术顾问。如果你觉得拖拽太麻烦，还可以直接指关节圈选并视频。当然这只是相对基础的用法，获得系统级调度能力加持的小艺自然可以胜任一些更复杂的任务，比如买机票、导航等等。还有一点非常实用，收到银行账户信息时无需复制或保存，就可以直接圈选转账。当然了，密码还是要自己输入的。除了银行卡之外，一些平时经常用到的个人信息、卡证、重要日程等，小艺也都能直接记住。不难发现，多模态让我们与 AI 的交流有了更多可能，而更好的记忆能力则是个性化智能的必要前提。除此之外，智能助手还有一项很基础的，也是每个 AI 都具备的能力——内容生成。我们首先测试了 Mate 70系列的备忘录润色改写，以及 AI 通话摘要的功能，生成内容非常准确，还支持实时翻译，关键信息也可以随手添加日程。对于 AIGC 来说，从能用到好用，看似一步之遥，其实在技术上是非常大的跨越。这个版本的小艺基本能做到准确理解用户意图，高效完成多模态任务以及跨设备处理，进而结合用户习惯和喜好进行个性化推荐与智能预测，实现了 AI 在硬件、操作系统和应用层面的深度整合。除了小艺 Mate 70系列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功能，就是我们 AI 隔空传送。相比以往的快传，这种方式更具科技感，一抓一放，张手就来，而且更加高效。升级系统后，不仅可以截图，还可以传送视频。在测评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轮流抢着玩。大胆猜测一下，抓取原理是通过传感器捕捉用户动作，然后再用 AI 实时识别、分析和理解手势数据。另一端放手后，星闪、蓝牙和 WiFi 就组成一套无感的数据传输网络。这个看上去很中二的功能之所以大受好评，其实一方面是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 AI 的能力正在突破原有的功能局限，另一方面也打开了 AI 应用的思路，告诉大家原来 AI 可以这么玩。测评过程中，我还注意到另一个很有趣的功能 AI 动态图片。以往需要专业复杂操作才能拍出的拖影效果，现在选择运动轨迹就可以一键生成，估计以后少不了鬼畜的玩法。跟传统实现不同， AI 是在主体运动过程中智能区分背景和人物，精确识别动态元素，利用算法实现多次曝光后再合成为一张图像，从而达到动静结合的能力。这也演绎出了 AI 引现了很多新玩法，比如这个格调拉满的主角时刻，基于人脸和物体识别技术进行图像分割和深度感知，在纷杂的人流中达到进行影视级的1秒入定效果。这下朋友圈还有谁装得过你？当然了，除了拍摄场景的加持， AI 在后期修图中的应用也已经相当成熟，不论是消除还是扩图，生成的效果都能达到清晰自然。切换的照片还可以结合手机的 AIGC 功能，生成不同风格的主题背景。刚才体验的 AI 功能有个共同点，就是需要用户主动唤醒和使用，而那些根据使用场景主动判定并触发的功能，才是 AI 真正融入系统底层的证明。像是嘈杂环境中使用的降噪通话，私密空间中保护社交距离的精密通话，还有替代防窥膜功能的 AI 消息随身，识别到身边有人窥屏时，消息自动流转到穿戴设备上。这些小功能藏在不易察觉的角落，保护了我们的隐私，其实也正是 AI 时代所急缺的。这次测评不长，但总体给我们的感觉是稳准狠，每个功能点都精确优化了 AI 手机的原生短板，称得上一款合格且好用的真 AI 手机。其实作为开发者，我也很好奇它的 AI 能力是从何而来的。在翻阅不少资料后，我在今年的发布会上找到了答案。首先，余承东提到的软硬端云协同全站式 AI 的概念，这里软指的是脱离 AOSP 的纯血鸿蒙，本身面向智能化需求，支持更加激进的 AI 探索。硬则是指芯片、传感器等一系列为 AI 打造后优化的硬件。端侧算力与模型则让设备更聪明，且用户的隐私得到了有效保护，而云侧算力和盘古大模型的加持则保证了模型水平。直接体现就是小艺在感知和推理能力上的显著提升，给 AI 带来了更强的泛化能力和不断进化的思维能力，以及天然的跨设备生态。回顾2017年 Mate 10系列开启了移动 AI 的先河，从那时起华为就在投入大量资源夯实 AI 研发基础，7年时间打怪升级。其实 Mate 系列所展现的扎实 AI 能力和天马行空的创意可以说是水到渠成。
在即将步入2025的这个节点，大多数手机 AI 还在像包工头一样拆解执行任务，而华为鸿蒙 AI 这次的表现属于寥寥几家，可以称得上人机协作级的水平。通过感知人类需求和情感 ，AI 可以自主拆解和完成任务，不光干得漂亮，而且眼里有活。归根结底，华为全站自研的 AI 技术原生鸿蒙深度结合，以及盘古大模型加持下系统能力，共同给出了属于 AI 手机的答案。最后聊了这么多，你最期待的 AI 手机功能又是什么呢？欢迎分享在评论区和弹幕，说不定下一代更新 Mate 就可以帮你实现了呢。